刚到吃人堡时，魏无羡就发现了有人在跟踪他们。他悄悄瞄了一眼走在他半个身位前，隐隐护着他的蓝忘机，右手背在身后，偷偷捏了个诀。小鬼映照而来，为这本就阴森的临身之处更增添了一丝诡谲。蓝忘机脚步滞色一瞬，微微蹙起眉，四顾环望周遭，只能看到树木阴阴，北风卷起落叶，诉说着一些无人知道的往事。他犹豫了一下，侧过身握住了魏无羡的手。魏无羡抬眼，眼神清澈又天真，无声询问这是在干什么。蓝忘机偷偷红了耳垂，又别过脑袋看着前方，听到自己有些发闷的声音：跟紧我，此处危险。而他并不知道，在二人身后，那只小鬼捉住了聂怀桑，将他钉在地上，百年千年的落叶铸就着泥泞湿软的土地。聂怀桑养尊处优的脸蛋摩挲其上，满鼻腔都是腐臭的气息。最后是蓝忘机带着金铃往外走，魏无羡去追聂怀桑。蓝忘机原本不放心，魏无羡便笑着举起一张符咒：我都锁定他了，就让我来吧，不会有事的。到底也是叫仙门百家忌惮不已的大能，蓝忘机也并不想让魏无羡误会自己瞧不起他，只得掩藏起更多的眷恋，只说道：我在城中等你。魏无羡假装看不懂对方眼中深意，转身挥手离去了。一生一死之间10数年，世间风云变幻，畏惧那已死的，防备那活着的，世家起起落落，有人得意，有人失意。可是所有人都无从知晓，魏无羡其实一直都在。肉身在乱葬岗被百鬼撕了啃了，化作齑粉，但既是鬼修，自然不在乎这个。其元神强大如斯，死后自为鬼王，统领生灵，好不快活。人间所有秘辛，皆逃不过耳目。森森鬼气犹如实体，将聂怀桑困在一座剑冢间。魏无羡摸着下巴凑过去细细观察，待聂怀桑吓得几乎要晕过去，他才咯咯笑道：怕什么？这不都是你的计划吗？聂怀桑瘫坐在棺材中间，瑟瑟发抖，闻言勉强挤出一个笑容，敬畏道：我自是希望你好的，魏兄。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简直就是为人之本能之一。魏无羡见过太多虚与委蛇，倒也并不在乎这点小小的谎言，挥挥手让小鬼们退开去，大大方方在聂怀桑面前盘腿坐下，舍去了许多客套，开门见山道：我能帮你复仇。聂怀桑一愣，原本以为就要折在此处，听闻此言，一个机灵，一溜地爬起来，抓住魏无羡的袖子。此话当真？魏无羡翘着嘴角：魏某何时骗过人？鬼王自然一言九鼎，从活着开始便是如此，血债血偿并非戏言，做了叫他看不惯的事儿，自是没个好下场。聂怀桑已然忘了恐惧，怔怔问道：魏兄知道多少？魏无羡答道：该知道的不该知道的都知道。聂怀桑抖了抖，一时又怯怯起来。那莫玄羽，他既赠我一副肉身，我自不会亏待他。金光瑶魂灭之日，我会亲手送他转生。这句话的意思，便是如今莫玄羽也在他身边了。聂怀桑惊恐地左顾右盼，自然什么都看不着。魏无羡好笑地拍了拍他的脑袋，悠悠说道：金光瑶也算和我有怨了。当年我只想做个好人，是他设了局陷害我，算是许多悲剧的罪魁祸首。但世上与我有仇之人如过江之鲫，数不胜数，我也不至于一个一个全都杀了。他在此中根本排不上号。然而此次你做局，我也乐得重来人间一趟。金光瑶的性命与名声自会送上来做回礼，也算是替我自己出一口气。你莫要害怕，我的那些仇人里终归是没有你的。聂怀桑僵硬地点点头：聂某一切皆听魏兄吩咐。待魏无羡悠悠然离开，带走了整个吃人堡的煞气，聂怀桑才后知后觉寻思：既然魏兄动之一切又无意找金光瑶麻烦，那此次愿意随了召唤借尸还魂又是为何？难道单纯为了来人间找乐子？来找乐子的魏无羡怀抱着说不清道不明的一些心思，故意磨磨唧唧往回走。路上采采花，喝酒，待行至城中，天色已晚，闲庭信步走在无人的街道，然后在河边看到了桥上的蓝忘机。此时月光正好，皎洁无瑕，挥洒下来照亮翩翩君子，镀的一层银灰，叫蓝忘机似有佛光。魏无羡隐身在廊下，忍不住看着桥上之人，心中不无恶意的想：当真有人能一直
天荒地老的等下去。可随即他又想到蓝忘机那13年以及背上的界边痕，他做着鬼王，无拘无束，日日潇洒，却常有琴声凄凄哀哀萦绕耳边，是有人在念他想他。魏无羡摇摇头，舍下心中复杂思绪，现出身来，大摇大摆走上了桥，仿佛自己消失半日，不过就是出去春游。然后他便看到月下君子转过身来，一瞬不瞬凝望着他，一双眼睛似是浸了水，其中庆幸与眷恋明明晃晃，哪怕是瞎子也能看得清楚。然而那所有浓烈的炙热的情绪在须臾之间便全部隐去了，似是掩埋的珍宝，深藏的秘密，在如何光芒万丈，却也被主人小心翼翼藏在心间。魏无羡眨眨眼，眼前便只剩下那向来淡漠的韩光君，在桥上站得笔挺，他不懂，他不解。魏无羡走上去，心想，若是他初次为人之时，喜欢便是喜欢，厌恶便是厌恶，哪会有如此欲说还休？这蓝二公子心思如此，10数年来一直叫他疑惑不已。可此问自然不会有人回答。魏无羡不明，蓝忘机不语。他们二人站在桥上两两凝望，明明有情意潜藏其中，却是无人诉说了。他说笑着往前走，准备同蓝忘机一道回旅店，却听对方轻声唤道：魏婴。那层身份本就是窗户纸一捅就破，他们二人早就心知肚明。魏无羡扭头望去，琉璃色的双目又泛起涟漪。魏无羡想，他愿意等那层水面波涛汹涌的日子。是夜月清风朗，二人共宿一榻，静默无言。可只有蓝忘机是真的睡着了的。魏无羡在榻上翻来覆去，一会儿听着百里外的爹妈打孩子，一会儿听着楼上的夫妻做运动，被人间百态塞满了整个脑子，心里正奇怪自己听这些劳什子作甚，转头又看到蓝忘机睡在身侧，呼吸平稳，一时有些生气。睡就知道睡，当年在王八旁边也能说睡就睡，他蓝忘机才是世间第一心大。魏无羡愤愤地坐起来，伸出爪子想搞点恶作剧，可随即又顾念着什么，悄悄给蓝忘机下了个昏睡咒，才放心大胆地上手揉搓。该说不说，手感挺好，皮肤细嫩，肉质饱满，咬上一口应该不错。他想，这人不是喜欢他吗？那自己就算轻薄了他，他也不至于生气。于是便低下头咬了一口蓝忘机的鼻尖儿，然后瞪着对方的嘴唇，瞪了半晌，最终还是有贼心没贼胆。然而正当魏无羡准备缩回被窝老实睡觉，蓝忘机却突然伸出一展长臂，整个将他搂在怀里，翻了个身，腿缠着腿，把他半压在了身下。魏无羡吓了一跳，以为他堂堂鬼王的昏睡咒不顶用呢，可随即又听到蓝忘机平稳的呼吸，他仍在睡梦中，半点没有要醒转的样子。这可真是奇了怪了。魏无羡被蓝忘机紧紧搂着，半张脸被压在胸膛中，有点喘不过气。获取肉身以来，他们二人夜夜抵足而眠，这倒是对方第一次睡觉没了睡相。然后他听到一声呼唤：魏婴，魏婴。魏无羡莫名红了脸，停止跳动13年的心脏，如今在这副崭新的身躯中砰砰作响。他重回人间一趟，想要追寻一个答案。做鬼不见得多苦，做人不见得多甜，可为何麾下许多生灵心心念念，总要回到这烟火中来？他想，大概蓝忘机能给他一个答案。第二日下楼，江婉莹在客栈楼下等着。鬼王耳目遍布天下，魏无羡早便知晓此事，本想从窗户跳着走，可想想那般反倒可疑，便拽着蓝忘机的手，大方从楼梯下来，客客气气的作揖，然后就要往外走。江婉莹拦下了他，在蓝忘机极不友好的目光中目视着魏无羡，身后跟着一脸无措的金陵，还有他的狗。魏无羡不舒服地揉了揉鼻子，转头不去看那只名叫仙子的狗，瞄了一眼蓝忘机，把自己挂在对方胳膊上，茶里茶气地说：二哥哥，我怕。江婉莹脸色更差，绿了吧唧的，像是吃了10斤韭菜，怒道：你少给我装模作样，怎么不回莲花坞？魏无羡想，哪儿啊，他可回去过呢。飘在云梦泽上头，毒辣的日光穿过他透明的魂魄，他看到江澄跪在祠堂中日日流泪，一会儿骂他狼心狗肺，一会儿说等他回来必定拘着他，这辈子不放他出去了。他搞不懂这些蜿蜒的心思，便如同他不懂蓝忘机，爱了便是爱了，为何走一步退3步？更不懂江澄，恨了就是恨了，仇人既已惨死，又何必念念不忘，折磨自己？
但他总归是不会回去被拘着的。他想，这世间天高海阔，所有人总归都要往前走。可眼前这关要过，他是断袖莫选羽，自然要扒拉着韩光君，然后两个人在天南地北发展关系。他没想到蓝忘机真能干出这种事。这位景行寒光的韩光君对着空气说了一声然后一只手将魏无羡举了起来，御剑走了。卧槽，你他妈谁？之后经历了一些事儿，孩子们为小星辰之事哭得稀里哗啦，魏无羡看在眼里，想到镇上人说的那薛洋与夷陵老祖颇为相似，他却觉得与他像的其实是这位小师叔。心中有道，却什么都没护住，最后绝望惨死，恨不得从未来这世间走一遭。有人在等他，可是他对他只有恨。心中一动，魏无羡抬头去看一旁的蓝忘机，对方仍旧是板着长脸，魏无羡却能看出他很生气。魏无羡想，这就是自己与小星辰的不同，等着他的人是个爱着他的君子，然而他还是不明白到底爱意为何。后来在芳菲殿密室，金光瑶发现入侵者，本想斩杀，却反被重伤，倒在地上血流不止。聂明觉死不瞑目，发出凄厉叫喊。金光瑶怒喝道：究竟何人？现出身来！室内怨气冲天，阴风不请自来。然后果然有一人自烛火间逐渐聚拢，宽袍大袖，长发未束，冷冷地俯瞰着这位权势极盛的仙都。金光瑶正在原地，鲜血浸湿了他半边头发，他似有畏惧，可更多的还是了然。半晌招呼道：夷陵老祖。魏无羡仍旧是生前的样子，高大俊美，气质阴鸷。他飘在半空，似笑未笑，指尖掠过聂明觉头颅，闭眼道：如此怨气倒也少见了，敛方尊竟与这般怨灵同殿多年，胆子够大。金光瑶冷笑道：他何该被我所杀，我自不会怕他。魏无羡道：说得坦荡，既然如此，又何必怕真相暴露？不过还是沽名钓誉，贪恋权势，则吴君若是知道，可要失望了。金光瑶敛了敛凌乱的发髻：不是所有人都似你这般好运的，魏公子。你当年无法无天，难道不曾因为江家是你的底气？无论你如何行事，江氏姐弟总归信你爱你。离经叛道以来那么久，这还是第一次有人说他好运。可魏无羡并未反驳，因他知道金光瑶是对的。若非不夜天惨案，江氏姐弟确实会永远同他站在一起。还有韩光俊。金光瑶继续道：你信不信他能为了你交出性命？魏无羡抬眼盯着金光瑶，不作一语。金光瑶笑了：你不信？魏无羡确实不信。金光瑶挣扎着坐起身，捂住身上汩汩流血的伤口，脸上又露出了属于仙都的笑容。那便同我打个赌吧，魏公子。韩光君为了你，到底能不能闯那鬼门关？我压他杆，若我赢了，那便放我走。魏无羡笑道：我为什么要打这个赌？我赢了有什么好处？金光瑶道：魏公子如此修为，恐怕做鬼也舒服得很，可仍旧是来到韩光俊身边玩侦探游戏，不就是为了一个答案？若你赢了，则证明世间并无真爱，从此游走世间，再无事可绊住你了。然后呢？然后在乱葬岗，面对数万走尸，挡在所有人身前，魏无羡要去做诱饵，蓝忘机义无反顾。更有在观音庙，金光瑶将琴弦架在魏无羡脖子上，蓝忘机立刻撤剑后退，自封经脉，任人拿捏。被蓝曦臣刺穿身体的时候，金光瑶远远看了一眼不远处，蓝忘机搂着魏无羡，两人拥吻在一起。他想，是他赢了呀，可惜。魏无羡打发了跟在他后面的所有跟班，对所有魑魅魍魉宣布，他要做回人了。出乎意料的是，所有跟班都对他送上了祝贺，他才知道，哪怕是怨气最重的怨灵，也盼望着做普通人。蓝忘机就站在一旁，他们之间再无半点秘密。魏无羡原本担心对方会生气，可蓝忘机只是抱着他，说都怪当年自己犹犹豫豫，举棋不定。魏无羡想，这大概就是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却非所有真心等待都会盼来一个好结局。他想起大仇得报却在坟前哭得撕心裂肺的聂怀桑，还有真相大白后闭关家中的江婉银。他忽然抓着蓝忘机的手，
睁大眼睛问：原本我化鬼时失了心智，是要大开杀戒的，可是元神中藏着一道清心咒，力道可大了，当场把我差点震晕，是你吗？蓝忘机红着脸点点头。射日之争之时，他隔三差五大老远赶来江家阵营，硬拉着魏无羡弹琴，把魏无羡都弹烦了，连江婉莹都奇怪，这打着仗呢，怎么会有人特地过来做文艺表演？没人知道他的琴音声声含着心血，自他丹田而出，被佛经助导，含了他多少心神。魏无羡闷闷地把自己靠在蓝忘机胸膛上，想骂他傻子，可正是因为有这个傻子，自己才能护住神智，逍遥自在做10多年鬼王。如今是他回来了，那所有心血才有了回报，可自己如若不回来呢？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小说，请点击订阅频道，你们的观看是我剪辑影片的动力，感谢您。